结婚第4年，我在顾廷义的邮箱看到撞死我妹妹的凶手给他发的消息，还附带着一张他俩的合照，日期显示是上个月顾廷义出差的日期。哥，这次体检结果出来了，苏一涵妹妹的心脏换给我4年，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谢谢你和沈周，让我重获新生。看完这些，我却笑了。4年了，宋佳颖终于忍不住了。4年前，宋佳颖撞死我妹妹的视频暴露后，我的男友沈周为她找金牌律师，替她洗清嫌疑。我孤立无援之际，是宋佳颖的继兄顾廷义站出来，大义灭亲，将宋佳颖送进监狱。后来，顾廷义向我求婚，我同意了。我就这样装乖了4年。现在，他们3个的死期到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看到宋佳颖的生日祝福时，顾廷义正在熟睡，我裹着毛毯窝在椅子上，一封封看着邮件。当初我们接近她们姐妹俩，本来就是为了心脏，一开始牺牲沈周和他谈恋爱就算了，现在还要哥哥为了我和他结婚。早知道我就该一出生就死了，也不会让你们这么痛苦。我抿了一口茶，继续看着顾廷义的回复。不准胡说，只要你幸福，哥哥什么都愿意做。还真是兄妹情深啊。上千封的邮件，从4年前就开始，全都来自本该在监狱里服刑的宋佳颖。寒风透过微张的窗户吹进来，冷得我打了一个哆嗦，手中的杯子一个不稳砸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不一会，顾廷义凌乱而焦急的脚步声响起。一涵，怎么这么晚还不睡？他仓皇地站在我面前，一把将电脑转到自己面前，等看清屏幕上的微信聊天后，才长舒一口气，试探着开口：你的助理于彤给你打电话要文件，我看你睡得香，所以就自己来找了，已经发给他了。我吵醒你了吗？说着指了指他的手机。他快速看了眼手机，果然几十个于彤的未接来电。老婆真贴心，有你真好。一边说一边打量着我的表情，见真的没什么异常，才彻底放下心。我小心地将地上的杯子碎片捡到垃圾桶里，假装不经意地问：我刚刚不小心看到你微信里有人说看到佳颖了，她是出狱了吗？顾廷义嗯了一声，亲昵地摸了摸我的头，轻声安慰：最近你身体不好，我一直犹豫怎么告诉你。佳颖上个月已经因为表现好出狱了，我知道你肯定不想见到她，所以第一时间就把她送出国了。这些年，佳颖也真的知道错了，当初你们是最好的朋友，你了解她的性格不是吗？她将我的手攥紧，掌心不住摩挲，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我。我抿抿唇，缓慢地点头。既然他已经知道错了，那就让他回来吧。顾廷义闻言，不可置信地抬头，我能感觉到他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老婆你真好，佳颖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很开心的。我小心地侧过头，将脑袋搭在他肩上，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4年了，作为主角，宋佳颖自然要亲自看看我为她准备的好戏。顾廷义不知道，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宋佳颖没有坐牢。大4那年，父母因为意外去世，只留下我和体弱多病的妹妹。那时候，我为了供得起妹妹，每天上完课就要连轴去各个兼职打工，长期的营养不良，再加上超负荷工作，导致原本就瘦削的身子更加虚弱。宋佳颖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她像个小太阳一样闯进我的生活。身为富家千金的她，很轻易就找到了媒体，为我筹集了一大笔捐款，
甚至还找人专门为易遥调理身体。没人相信，一向眼高于顶的小公主宋佳颖会和我这种穷的3餐都吃不饱的女孩做朋友。我自己也没想过。大学4年，我和她唯一的交集大概就是沈周。那时，宋佳颖和沈周是校园论坛上公认的金童玉女，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没想到沈周最后选了我这个除了成绩各方面都不突出的人做女朋友。宋佳颖消沉了很长时间，但并没有找过我的麻烦。我以为她应该是恨我的，结果却是她向我伸出了手。我靠着这笔捐款，艰难地熬到毕业，进入了市医院实习。宋佳颖为了给我庆祝，专门包了最好的酒店。我下意识想要拒绝，他却不容置喙地按住我的肩膀，低声劝我：饭局上可是很多都是市医院有名的眼科专家，易遥最近的病情不是加重了吗？正好你可以问问。再说了，我哥可是托了好多关系才他们聚到一起的，在他们面前刷刷脸，对你以后的实习也有帮助啊。我动摇了，易遥的眼睛已经不能再拖了，我必须尽快转正，凑够钱给他手术。想到这，我点点头。当晚，我被灌得神志不清。等我走出大厅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刺骨的寒风伴随着众人的尖叫，让我瞬间清醒。等我看清时，易遥已经毫无生气地躺在血泊之中，对面是宋佳颖面无表情的脸。事发路段的监控虽然坏了，但车祸时正好有一辆车停在路边，行车记录仪记录下了全部过程。易遥过马路时，原本停滞的车却突然加速，直撞了上去。可身为我男朋友的沈周却帮宋佳颖找了最好的律师，目的就是将所有罪责全都推给眼盲的易遥。绝望之际，宋佳颖的继兄顾廷义大义灭亲，亲手帮我找出所有证据，将宋佳颖送进了监狱。为此，他和父母闹翻，几年都不曾见过面，最后还向我求婚，我也答应了。顾廷义以为自己瞒得很好，其实在他求婚前，我就听到了他和他父母的通话，理清了所有关系。我以为跨越阶级的救赎不过是顾家彻头彻尾的一场算计，为的就是易遥的心脏。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步一步布局，为宋佳颖准备一场只属于她并且最难忘的回归宴。在我的故意示弱下，顾廷义不得不经常在家办公，为的就是更好地照顾我，但也因此损失了好几个合作项目。即使这样，我的精神依旧每况愈下。廷义，我们重新补办婚礼好不好？当初为了易遥的事，说着我眼唇费力地咳嗽起来。顾廷义立马紧张地拍着我的背，连连答应，都听你的，等你好一点我们就办，我一定让你当最美的新娘。我扬起一抹虚弱的笑，抬手搭上他的胳膊。这些年是我狭隘了，当初易遥的死也不能全怪佳颖，等他回来，我要好好和他道个歉。顾廷义的眼神有些闪躲，他心里对宋佳颖怀着不正当的感情，自然不会想让他在婚礼前回来，所以这些年一直以我身体不好的理由禁止我外出。外界知道我的人都很少，他小心地帮我掖好被角，这是以后再说吧。我面露伤心，难道佳颖在怪我让他坐牢吗？他是不是不想见我，所以一出狱就去了国外？我刻意咬中了坐牢2个字，果然顾廷义立刻安慰起来，怎么会？佳颖做出这种事就该付出代价，你别胡思乱想，我肯定永远站在你这边。他要是还不知悔改，我肯定帮你教训他。我轻轻推了推他，笑着让他去书房处理工作。他走后，我快速将录音暂停，
截取了片段，匿名发给了宋佳颖。我太了解他了，哪怕爱着沈周，他也要得到顾廷义全心全意的偏爱。他可以接受顾廷义为了他娶我，但坚决不可能忍受顾廷义对我产生感情。当初他用伦理道德来绑架顾廷义，让他在不进一步的前提下甘心为他所用。为了安抚我，顾廷义开始带着我参加各种聚会，甚至会在媒体面前公然和我秀恩爱，高调地宣布即将要给我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一时间，他和我之间的救赎爱情瞬间被顶上了热搜，这些统统都被转发给了宋佳颖。我知道，接下来我只需要静静地等待他钻进陷阱就够了。果然，第二天傍晚，宋佳颖就出现在了别墅里。她和4年前一样的精致，完全没有一丝坐牢的狼狈，穿的用的全是最新款。我停在楼梯中间，静静地和她对视。宋佳颖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朝我微微一笑：“好久不见啊，意涵。”见我不出声，她轻声叹了一口气：“哥哥不是说你已经原谅我了吗？怎么，我觉得你还是在恨我呢？”她笑得张扬恣意，眼中甚至挂着明晃晃的挑衅，缓缓凑近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说道：“你妹妹的心脏在我身体里可是很安分呢，这都要多亏了易遥妹妹，不然我怎么能活这么久呢？”我强忍着恨意，指甲深深嵌进掌心。他是在故意激怒我。这些年，我一直装得柔弱，只要有人在我面前提起易遥，我就会精神失常。即使分开这么久，他也能轻而易举摸清我的软肋。可他不知道，我要的就是他的嚣张跋扈。于是故意装出癫狂的样子，反复念叨着易遥，伸手想要碰他。不等我接触到他，宋佳颖就一个踉跄向后倒去，重重地从楼梯上摔下去。佳颖！顾廷义焦急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巨大的冲击力撞上我的肩膀，带着我向前栽。巨大的撞击声再次响起，顾廷义错愕回头，见我被撞倒后，痛苦地捂着肚子。他眼底闪过一丝犹豫和挣扎，脚步停在半空，想回头来扶我。宋佳颖见状，立马凄凄爱爱地哭喊起来：“哥哥，我只是想给意涵道歉，我真的知道错了。”可他边抽泣边说，眼泪一滴一滴砸在顾廷义心上。顾廷义顿时慌了神，手足无措地将他抱起，哄着：“意涵，你是疯了吗？太过分了！这件事都过去那么久了，你为什么还要紧抓着不放？佳颖要是有什么事，我不会原谅你的。”说完，他打横抱起宋佳颖，看都不看我一眼，直接向外走去。宋佳颖趴伏在顾廷义的背上，朝躺在台阶上痛苦低吟的我露出一抹得意的笑。他的眼睛亮晶晶，和第一次见面一样，嘴唇一张一合，无声对我说道：“蠢货！”直到完全看不到他俩的身影，我才回神。身下的一片如湿让我勾起了嘴角。很快，安排好的记者扛着相机就冲了进来，见我苍白着脸躺在血泊中，顿时尖叫声四起。我闭上眼，任由他们拍下我柔弱无依的状态。于同送的血袋还挺好用，宋佳颖，好好享受我送你的第一份礼物吧。等我再睁眼时，已经是第二天了。顾廷义一脸憔悴地趴在病床边，手还紧紧握着我的手，即使只露出半张脸，我也能看到他下巴上的胡茬。我轻轻抽出手，顾廷义立马惊醒，一下子坐了起来：“你醒了？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吗？你自己怀孕了都不知道。”面对他连环炮一样的质问，我直勾勾盯着他的眼，扯着沙哑的嗓子问：“为什么宋佳颖和我说
他身体里的心脏是易遥的。一瞬间，病房里陷入一片死寂，愣了很长时间，顾廷义才试探着再次抓我的手。我没躲开，他小心翼翼开口：当初易遥生前签了器官捐献同意书，嘉颖在入狱后突发心脏病，所以我不是想瞒着你，只是那时候你的精神几乎崩溃，我怕你承受不住。老婆，你换一种角度，易遥的心脏在嘉颖的身体里也是一件好事，至少他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你身边了，是不是？当年车祸对我的打击很大，所以易遥的后事是顾廷义一手操办的。我从来都不知道器官捐献这件事，可你不觉得很刻意吗？就这么凑巧，易遥刚好出意外死了，又凑巧他的心脏刚好适配。顾廷义从容不迫的神情渐渐瓦解，他忽视我眼底的不信任，艰难地开口：我们谁都不想这样，我就是怕你多想，所以才瞒着你，怕我多想，所以毫无保留地捐献了我妹妹的遗体，怕我多想，所以日复一日地和杀人凶手保持联系，甚至为了他不惜假装爱我，只为了我能不闹事。他还说了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只是沉默地看着，直到病房再次安静下来。我们的孩子没了是不是？顾廷义没想到我会突然转移话题，有些措手不及，几次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只能点点头。我抬手轻轻抚上小腹，好不容易挤出的几滴眼泪顺着脸颊引入发丝。顾廷义抖着手，心疼的想要安慰，却被我打断。廷义，我想搬到 A 大那边的公寓，可以吗？那套房子是大学时候宋佳颖住的，后来为了和我拉近关系，带着我和易遥也住了进去。出事以后就再也没人去过了。顾廷义想都没想，直接答应了，打了电话，直接让人将那套房子转到了我名下。他以为我只是想要找回和易遥一起生活的快乐，只有我知道，我想要的从来都是能将他们彻底送进地狱的证据。故事总裁为了杀人犯继妹致使妻子流产的新闻，在我的推波助澜下，连续几天都高高挂在热搜上。不少人顺着前段时间高调示爱的新闻，扒出了当年的车祸。宋佳颖作为肇事者，最后却移植了死者的心脏。这件事瞬间在网上引起了热议，这很难不让人想到故意杀人啊！这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刚好撞死的人就和自己配型成功，还是自己好朋友的妹妹，这不会就是为了心脏才和人家做朋友的吧？靠，男朋友为肇事者脱罪，自己还嫁给肇事者的继兄，这是什么脑回路啊？原本社会对于遗体捐献的非议就很多，故事又是主要经营医药行业，顿时不少人开始怀疑捐献者的信息被披露，成了有钱人的器官库。故事的股票一跌再跌，忙得顾廷义焦头烂额，就更别提作为当事人的宋佳颖了。他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不少人找到了他的病房，站在门口骂他杀人犯。现在只要听到有人说话，他就紧张，整个人缩在被子里，捂住耳朵，瑟瑟发抖。顾廷义自顾不暇，只能让于彤来照顾宋佳颖，甚至连研究所的事情也一股脑全交给了于彤去处理。这也给了我很多机会。我站在门口，听着病房里传来宋佳颖疯狂摔打东西和于彤轻声安抚的声音。那么久的事，为什么还会被翻出来？不就是死了一个贱人？就算我是为了自己，那他的器官不也救了别的人吗？现在一个个倒是装起圣人来谴责我了。要我说，死一个废物换其他人活着有什么不对？于彤目光闪了闪，
换药的手一致。是啊，苏小姐也救活了很多人，能做出器官捐献这个决定的人真的很伟大。宋佳颖闻言猛猛地坐起身，拿起床头的手机，噼里啪啦敲击起来。不一会，她的动态就更新了一张几年前的器官捐献同意书，再加上当初她陪伴易遥的照片，被编辑成9宫格发了出来，并配文：我先于易遥签下的同意书，当初是想等自己死了把眼角膜给他，从始至终我都不知道，在我的影响下他也签了。车祸更是意外，那时候我是因为突然心绞痛才会控制不住刹车撞上易遥。这些年我得非常痛苦，可我不敢死，因为我的胸腔里跳动的是易遥的心脏，我要替他好好继续活下去。很快这条微博就被顶了上去。按灭手机，病房门正好被打开，于彤拎着吃剩下的外卖，对着我微微颔首解释：夫人，总裁让我好好看着宋小姐。我盯着她的眼睛，失神片刻。是啊，是该好好看着。曾经躲在我身后，怯生生地和宋佳颖他们打招呼的易遥也是这样，即使看不见，依旧睁着眼睛认真地盯着。宋佳颖的微博起了作用，网友对她的谩骂慢慢变少，不少人开始为她洗白。从前顾氏集团在流感期间低价出售防护用品的事，也在顾廷义的授意下再次翻了出来。当初宋佳颖伤的也不轻吧？要是她不小心死了器官，不也会被捐献吗？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冒这么大的风险。对呀，当年流感那么严重，只有顾氏旗下的药店坚持原价出售口罩、消毒液之类的防护啊。做人不能忘本，可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怎么就偏偏这样巧，正好就配上刑了？不出所料，在网上风评好转后，见上次挑衅后我一直没反应，宋佳颖沉不住气，再次找上了我。我看着他虽然穿着病号服，却面色红润的样子，笑道：看来还是对自己很心软，没舍得使劲。大概是被之前顾廷义在媒体前故意装爱我的样子刺激到了，他此时也不装了，嗤笑一声，将袖子撸起，露出一道浅浅的淤青。我只是轻轻撞了一下，哥哥就急得把你推倒，是你命贱，正好就把孩子撞掉了。我只要不痛不痒说2句，哥哥连看你的时间也不给。又是死妹妹，又是死孩子，也只是得到了一个不爱你的人。你可真和刚见你的时候一样可怜。看着他嚣张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有些好笑。既然你这么确定顾廷义在乎的是你，为什么又在听到他要和我补办婚礼的第一时间赶回来呢？怎么，你也对你自己不自信吗？宋佳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没理他，脑袋偏向窗外。是你发给我的，你是不是有病？你以为这样你就赢了？听到这话，我真的忍不住笑出了声。到现在，他还以为我是为了和他争风吃醋，赢不赢又怎样？至少现在我才是他妻子，所有人也都知道他爱我爱得要命。宋佳颖气急，一张脸憋得通红，伸手想打我的时候，被来送饭的顾廷义打断，只能强忍着说自己是来和我道歉，随后灰溜溜地离开了。我下午想去之前的房子里收拾一下易遥的东西，顾廷义应了一声，一口一口喂着我吃饭。易涵，我知道这些事对你的打击很大。易遥和孩子，他哽咽一声，轻轻揉了一下鼻子。以后我一定好好补偿你，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我没有移开视线，同样认真地回视他。那宋佳颖呢？顾廷义以为我只是单纯的介意宋佳颖做过的事，微微思索就给出了答案。过段时间沈周也会回来，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吗？没出事之前，他们假装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又要假装是最好的夫妻。我心底冷笑一声，他果然和宋佳颖一样，又贪又蠢，什么都想要。没等我回答，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于彤有些慌，声音都在发抖。总裁，宋小姐看到网上的新闻，又闹着要自杀了。顾廷义猛地站起身，话都来不及说，就往门外走。快到门口时，似乎才想到我。意涵，我先去看看佳颖，下午我让于彤陪你去收拾。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于彤才卸下焦急，转而换上一副看好戏的神情。他往病床上看了一眼，将柜子里衣服递给我。他回去发了好大一通脾气，听我说顾廷义推了下午的工作要陪你后，立马装得要死要活逼我来抢人。我嗯了一声，无所谓的换着衣服。被我这样一刺激，他怕是更要用力证明自己在顾廷义心目中的重要性。我和顾廷义稍微缓和一点，他就恨不得捅破那层窗户纸，让顾廷义对他死心塌地。不过他越过分越好，这样顾廷义就越没有精力去放在我身上。病房里，宋佳颖紧紧抱着顾廷义，手腕的伤口已经被包扎好，只能依稀看到一点血色渗出来。顾廷义面露不忍，柔声安慰着：下次不能再做傻事了。要是我来得不及时，该怎么办？宋佳颖紧了紧环住他腰身的手，眼泪蹭在他衬衫上。哥哥，你是不是讨厌我了？是我害死了易遥，现在又害得你和易涵的孩子没了。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巧。当初我也想听你的，重新找配型，可就在开车的时候突发心绞，撞上了易遥。哥哥，你说我是不是丧门星？4年前的车祸一直都是横在顾廷义心口的一把刀。当初他明明已经劝服了其他2个人，想要重新寻找配型来源，可就是那么巧。可那时候的车祸，佳颖和易遥只能救一个。想到当时苏意涵几近昏厥的样子，他心口一阵刺痛，强行压下异样的情绪。他拍了拍宋佳颖的背，别瞎说，我永远不可能讨厌你，这些事谁都控制不了，意涵也不会怪你的。他也怀疑过宋佳颖是故意的，但这么多年的相处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不管怎么样，自己以后一定会千倍万倍地对意涵好，一定可以弥补之前的伤害的。想到这，他才放下心。同时，我和于彤在布满灰尘的公寓里找到了很多文件，大多都记载着易遥的身体状况以及和宋佳颖身体的适配程度。这些调查从我没认识宋佳颖之前就开始了。我看着一项项数据，视线渐渐模糊。如果我能早点发现，或许易遥就不会死。1周后，顾氏在上次的风波中虽然损失了几个项目，但也算挺了过来。最近正在忙着上市，沈周也特地从国外飞回来帮忙。有他在，宋佳颖对顾廷义的热情克制了很多。好几次我都看到顾廷义神情落寞地看着2人的背影。晚上，于彤替顾廷义送来礼服，并叮嘱我第2天一定要参加顾氏的发布会。我拎起衣服看了看，清纯小白花的款式，很明显是宋佳颖喜欢的款式。将衣服随意扔在沙发上，她也就会使这种小手段。不过发布会我一定会准时到场，毕竟我精心布置了4年的戏，当然要在最重要的时候唱上高潮，而明天就是最好的时机。等我赶到宴会现场时，顾廷义、沈周和宋佳颖正在一堆记者中间接受采访。我成立这个基金会，
就是为了帮助那些和我妹妹一样有心脏问题的孩子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同时，我也成立了专门研究心脏方面难题的科研小组，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效，不久以后就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佳颖自己也在积极做公益，重点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这一年就挽救了不少因为霸凌和原生家庭压力而轻生的孩子。顾廷义刚说完，沈周也不甘示弱地宣布和宋佳颖的婚事，并表示会把自己名下的所有股份都转送给他。周围的人纷纷惊呼，感叹宋佳颖不愧是小说女主一般的人生。我进门的一瞬间，所有人都噤了声，随即目光在我和宋佳颖身上来回流转，只因为我和她穿着一样的礼服。果然，麻雀就算飞上枝头，也变不了凤凰。这么多年了，苏一涵怎么看起来还是一股子小家子气？要不是她妹妹，她哪能嫁给顾廷义啊？今天故事要是成功上市，顾廷义的身价又要翻一番，他也是走了狗屎运了。听着旁边人戏谑的嘲笑，宋佳颖得意地仰起头，一边挽着一个向我宣示主权。我无所谓地站到顾廷义身边，等着发布会开始。谁也没想到，本该放 PPT 的大屏幕突然黑屏，在亮起来时早已变了内容。那些记满易遥身体数据的文件被公开，里面还有很多器官捐献者的数据，但都被打了大大的不适配标记。细心的记者发现，这些调查早在车祸前就开始了，而宋佳颖也并不像他说的那样，4年间一直被愧疚和痛苦折磨着，反而是到处旅游，社交平台的小号上记录着他奢靡而又快乐的生活。当初他和于彤在病房的谈话也被曝光出来，这是不拿穷人的命当一回事啊！自己吃喝玩乐该享受的都享受了，最后生病就随便选一个合适的换上，没人在意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捐赠者名单吗？有钱人不但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器官。那我以后有钱了也想这么干，细思恐极啊！是不是意味着我只要签署了遗体捐献，有个大佬和我配型成功，我就会莫名其妙的死亡？我听说现在很多拐卖就是为了有钱人培养器官库。顾廷义慌了，立马找人去后台关了投影，但该录的已经都录了，不少都是现场直播。为了这次的上市，故事还特意请的很多官方新闻媒体，现在各个平台都在实时转播。宋佳颖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了，只是一味地摆着手尖叫说都是假的。就在他们准备往后台躲的时候，突然一个黑影冲上前，二话不说对着宋佳颖就是一个耳光。清脆的声音在嘈杂的大厅里显得并不是那么响，但还是有很多人注意到了。宋佳颖白嫩的脸瞬间肿了起来，来人还没停手，一把薅住她的头发，拖着就要往地上砸。你干什么？顾廷义最先反应过来，用力推开女人，牢牢将宋佳颖护在身后。我尖叫着，假装被人群击倒，死死扒在顾廷义身上，将他向一边扯去。躲在他身后的宋佳颖再次暴露，又被狠狠甩了几个巴掌。女人红着一双眼，目眦欲裂地对着宋佳颖怒吼：就是他害死了我儿子！我们明明已经找了最好的心理医生，可他说自己是什么国外回来的心理专家，没半个月就刺激的我儿子跳楼，他才17岁啊！女人叫乔芳，他儿子本来只是因为学习压力大，患上了重度抑郁，在医生的干预下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但这时候宋佳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知道了这件事，非说别人是在压抑情绪，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在她的治疗下，原本只是学习有压力，渐渐地开始觉得周围的同学都在歧视她、霸凌她，甚至是父母，在她眼里都成了只知道逼她读书的怪物。最终承受不住压力，跳楼自杀。宋佳颖肿着半张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嘴里不断念叨着：“我没有，我没有。”顾廷义心疼坏了，但是整个人都被我牵制着，根本抽不开身去保护他。半个小时后，场面才被于彤带来的安保控制住。宋佳颖已经被打得全身是伤，就连衣服也破破烂烂地挂在身上。这场发布会彻底成了一个笑话。现在别说是上市，故事连生存都难，不少合作方纷纷取消合作，就连大型的医院也不敢再和故事有牵扯，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扣上买卖病人信息的罪名。于彤从研究院拿到的资料也派上了用场。顾氏旗下的多家药店都存在兜售假药，他们甚至在研制假药，为的就是降低成本，减缓病人康复的速度，以此从中牟利。很多人都跑到顾氏大楼下要求给个说法。有安保护着，顾廷义的情况还算好，但宋佳颖就要严重多了。他住的地方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不少人都在楼下拿着广播大声地骂着杀人犯。他从小跟着妈妈嫁进顾家后，就一直被当成大小姐一样捧着，走到哪都只有被人奉承的份。现在却被人指着鼻子用各种污言秽语骂，他简直气疯了。给顾廷义打的几个电话全都被挂了，就连沈周现在都顾不上他。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叫骂，以及玻璃上传来阵阵石头撞击的声音，他吓得发抖。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一直被拿出来给故事洗白的流感事件也被爆出黑幕。几年前突发流感，很多人都因为准备的不够充分而感染，那时候可以说一兆难求，不少商家都靠着买防护用品发了财。唯独顾氏没有，但奇怪的是，每次只要情况有所好转，就会立马有人传播，断断续续持续了4、5年。现在有人爆料，最开始的流感确实是意外，但后面一直都是顾氏在故意扩散传播。他们甚至还在实验室秘密研究更强的病毒，想要以此来卖药牟利，一时间引起群愤。这事情一出，顾氏的股票一路跌到谷底，没人会去深究谣言到底是真是假，只顾着转发各大营销号的视频。很快，宋佳颖和顾廷义都被警察带走。顾廷义还算清白，当初他确实劝过宋佳颖放弃，继续等其他的配型。至于流感的事，那时候他还没有接手顾氏，再加上这件事完全是捕风捉影，没有根据，所以很快就被释放了。但宋佳颖就不一样了，当年她本来就是在沈周的操作下才洗脱了罪名，根本经不起推敲，本来就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警方一件件摆出证据后，心理防线被彻底击溃。当初他们都说了要把苏逸瑶的心脏给我，本来已经计划得好好的，可哥哥却突然反悔，他一定是爱上了苏逸涵，所以才不舍得伤害他。苏逸瑶本来就是个瞎子，他活着有什么用？还不如死了，造福更多的人。如果没有我，她们姐妹俩还不知道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呢。她们都应该感谢我。警察局里没人吃他那套，因为舆论压力太大，很多人都在盯着这个案子的结果，所以一切都是从重从严处理。宋佳颖数罪并罚，被判了20年。
就连沈周也因为包庇加毁坏证物一起被判了5年。趁着他们被带走的时间，我不眠不休连转了2天，才将原本属于顾氏的合作抢了大半。顾廷义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些年和他竞争最激烈的对手公司背后会是我。等我处理好所有事，顶着黑眼圈回到公寓的时候，被站在楼下的人影吓了一大跳。是顾廷义，他还穿着被带走那天穿的衣服，胡子拉碴，眼底也同样布满血丝，脚底的地上散落一地的烟头。一喊，声音沙哑的我几乎听不出来。嘉颖和沈周都被抓了，你现在是不是恨死我了？我抬头看向他半隐在黑暗中的脸，不远处的路灯忽明忽暗，照的人也怪异的不行，无视他眼中的痛苦和看不清的情绪。我笑着对他说了一句：“4年前我就知道了。”顾廷义的脸随着我的话一点一点变得僵硬，原本想要触碰我脸的手也悬在半空。所以这一切，我轻轻点头，我什么都没做，这些都是事实。他只是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不是吗？我真的不知道嘉颖是故意的，所以我才会一直瞒着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一定好好补偿你。你自己相信吗？一句不知道就想抹掉所有罪恶。其实他知道宋嘉颖做的所有事，只是不愿意去细想。又或者，我和易遥并不足以让他送自己的妹妹进监狱。他固执地认为娶了我，给我富足的生活就是对我最好的救赎，就可以抵消宋嘉颖所犯下的所有罪孽。只有这样，所有人都能心安理得地继续生活。顾廷义张了张嘴，眼泪的声音同时落下。对不起，那就别再来了。我侧身绕过他，向楼道里走去。在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顾廷义。听于彤说过几次，宋嘉颖因为监狱环境太差，再加上过度疲劳，移植的心脏首次出现了排斥反应，在一次斗殴中被误伤，现在已经被保外就医了。但顾廷义倒是一次都没出现过。在一个雨后初晴的午后，我和于彤一起去医院看了宋嘉颖。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他早已没了以前的骄傲，整个人快速地垮了下去。即使虚弱的要靠呼吸器坚持，他依旧狠狠地瞪着我，仿佛想用眼神杀死我。现在来看我笑话吗？我轻声笑了出来，伸手拉下他的被子，小心地按上胸口。扑通，心脏正一下一下顽强地跳动着。你配不上这颗心，我只是想让易遥亲眼看看你的下场。宋嘉颖像是被我的话吓到，艰难地转动着眼睛，最终落在于彤身上。当年易遥是因为视神经病变引起的失明，他的眼角膜依旧是健康的，在死后第一时间就被移植给了于彤。他毕业后就进了顾氏，一步一步爬到助理的位置，也多亏了他，我才能一次次提前抢先顾廷义拿下合作，迅速扩张到能和顾氏抗衡的地步。宋嘉颖不顾一切地挣扎着想要起身，却被进来的狱警按住。我笑着朝他挥挥手，对着心脏的位置说了声再见，转身离开。当晚，宋嘉颖因为抢救无效去世。1个月后，我收到了顾廷义的快递，离婚协议。顾氏早就破产，除了当初转到我名下的几套公寓，其他基本都抵押了。我和他也没什么财产可以分。看了一眼，快速在上面签了字。寄出去的那天，于彤约我一起去墓园。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来看易遥。以前总是怕他怪我没能替他报仇，现在终于可以站在他面前，告诉他坏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微风拂过，
一切在我眼前消散。我知道以后的路才是真正属于我的路。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